我们最近呢熬夜熬的实在太多了，老嫂们明显气血不足，姨妈来都不准时了，所以纵然有万般不舍，我们到底还是对自家兄弟下手了。我搞了一张40多斤的驴皮，寻思在家做点阿胶糕吃，但没想到上来就是逆风盘。这驴活的时候可能一辈子没啥愁事，那毛发异常的旺盛，完了还特别不好往下退。我们试了很多工具，最好使的是刮眉刀，但真的太慢了，从天亮刮到天黑，整整12个小时，我们才刚干完第一步。这活算是到现在为止的史上最难了，就别说史上了，我怀疑我祖上都没人遭过这个大罪。然后这驴皮焯完水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反出了一层黑的杂质，而且特别难去掉，就我的刀已经磨得很锋利了，但是在处理驴皮的时候，那叫一个削都削不动。这比刚才刮驴毛还变态，因为这个速度实在太让人绝望了。真的，我来到这美丽人世间也1万来天了，我感觉我从来没这么绝望过。就这个驴如果有在天之灵，我特别想发自内心的跟他说一句，咱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，哥们儿。干了一天一宿啊，我们居然刚干完的准备工作。然后本草中国里讲，这需要熬9天9夜，我寻思那就别着急了，正好这2天有空，先把福利发了。这赶上年终了，我知道大伙都有需求，和官方申请了1000台全新正品的苹果13，都打包好放评论区了。只要链接在，就说明还有库存，朋友们赶紧冲啊！然后这驴皮熬到第5天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坚持不住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环节里没啥活呢，但这2天突发状况太多了，整的人都魔怔了，睁眼睛厕所都不上了，就惦记驴皮。然后这些驴皮一共熬出了将近5斤的阿胶，据说加工成阿胶块，这些东西能值上万，但这钱谁爱挣谁挣去吧，我肯定是不挣了。再熬下去啊，阿胶是值钱了，我可能也变无价了。后来这爹成型的时候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整整干了8天呢。从干到吃上，这完全是一个气血对冲的过程。要不怎么说阿胶是熬出来的呢？我发现这冻丝放这儿可太合理了。等这些吃完了，要再想吃，我肯定出去买去。外面卖的最多就是阿胶少、营养少，没啥别的毛病。但要说再让我拿驴皮熬一次呀，那整不好人都给熬没了。我上个月花重金买了个烤全羊的配方，今天总算赶个大晴天，我买了只38斤的羊，看看在家能不能烤成功。但这活从来没干过，怕又干1天1宿，等第2天再吃不成隔夜羊了吗？所以就决定奔点先飞。凌晨3点天刚亮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砖搬回来了。这砖呢看着不多，但加起来得有1吨多，搬上楼之后心都突突了。这回我整明白了，空腹有氧啊，未必会减脂，但一定会折寿。后来搭槽这个过程证明了一个事儿，就我们几个这个智力啊，那只能说有但不多。3点就给砖搬回来了，没想到13点的时候还他妈搁这研究砖呢。得亏我哥来的早啊，他来之后20分钟就给解决了，他算是给这全羊保住了。他要是不来，我们下午可能就改成磨刀剔骨串羊肉串了。然后晚上吃饭回来好多人嘛，我们搬出了待客的最高礼仪，就是石磨豆浆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看着小胖惊喜4连直播的算是掏上了。后来手机热的都需要保护了，我们还在那拉磨呢。事实证明，人类站在食物链顶端是有原因。就这天换头驴来，估计都得累吐了，但我们却奇迹般的挺住了。完到了下班点我们同学陆续都来了，这脸皮薄的串门还带东西来。他在得物买了一瓶易烊千玺同款的宝格丽香水，特别清新的茶香味，而且留香时间很长。最近他们还上了好多小样，可以先买小瓶的试试味道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现在点还有机会抽1000块钱的无门槛券，还有好多护肤品的活动呢，有需要的赶紧去看看。后来这羊烤差不多了，突然发现个事儿，就一直在这转也没注意，这羊不知道啥时候烤丢一块肉，骨头都没了。我寻思这也不合理呀，这再烤下去不眼瞅要给羊火化了吗？完这羊让我们烤的也没啥卖相，就干脆把料全撒上了，看着不好看，但吃起来贼香。然后今天最大的惊喜就是我把后院收拾出来了。我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一个呀，这个氛围感太好了。但今天这个生物钟也是大爆炸呀，原来都是1天1宿，今天是1天1宿1天，还不一定喝到几点。本来寻思今天吃饭早能调到作息，这还调个嘚了，一起摆烂吧。夏天到了，又可以放肆的吃小龙虾了。但每年吃的小龙虾口味都差不多，今年想研究个新吃法。今天趁便宜买了60斤，想看看取肉汆丸子能不能好吃。但是过程实在是太不顺利了。刚要接水刷虾的时候，我弟一不小心把盆踢倒了，我当时都懵了。我从来也没想过买好的虾居然要重新在家抓一遍，抓了2个小时，我寻终于能消停干活了。结果又有新的意外发生了。刷虾的时候，我那个水管就没拿住，碰巧呲了他们一下。谁寻思这一下给大伙呲燃了，虾都不刷了，变成水上乐园了。等几个老嫂子洗完澡再出来的时候，就变成这个造型了。那天换号播，就是因为这会儿他们被认定为擦边女主播。
后来给小龙虾取肉可挺费劲，虾尾就没啥说的，就纯力气活硬掰。虾钳是最纠结的，就明知道它没肉，但是不舍得扔，只能一点一点抠。问题一个钳子就只能取出这么点肉了，这些我一共扒了1个多小时，取的肉都不到1个碗底儿。后来我就琢磨，这小龙虾得亏是近代被发现的了，这要是早几百年发现它能吃啊，那虾钳肉势必又是一道流传千百年的老佛爷名菜。后来有点饿了，就做了个小龙虾酱拌面。我最近认识个品牌的 PR， 他看我们成天拉磨实在太可怜了，送了我一台维他密斯的破壁机。这机器贼猛，直接打整只带壳的龙虾都没问题。它1分钟能打37000转，打果汁贼简单，可以直接放大块水果，而且整条鱼都可以直接打成鱼汤，没有渣，口感贼细腻，做任何菜都不在话下。然后吃完饭有点劲儿了，就直接给它都扒完了。55斤的小龙虾，一共就取出5.5斤的肉。这丸子现在呀，全看怎么说呀。要说它是20块钱1斤小龙虾做的，听着有点一般；但要说它是200块钱1斤的虾仁做的，感觉肯定特别好吃。早上的时候做了一大锅丸子汤，这个丸子吧，就是做的有点熬人，吃的也没啥特别的，虾味倒是很浓，但没什么鲜味，特别像超市卖的那种舍得放添加剂的速冻丸子。完昨天还偷摸留了几斤虾，早上一起给做了。吃上这个，我对我汆丸子这个经典的特别懊悔，甚至都想忏悔。我发现小龙虾这一生最好的归宿啊，还是麻辣。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尤其是想起嗦鸡爪的声，馋的都睡不着觉，但总害怕外卖的真是老奶奶啃的或者药水泡的，就干脆买了500根鸡爪子，决定自己在家做了。然后看了好多去骨的教程，感觉也不难，但干上发现是感觉的不准。那给我爪子要干3架了，鸡爪子还很完整。然后发现很多人说用嘴啃得快，我们试了一下，的确非常快，用工具去1根的时间，用嘴能嗑2到3根，而且只要牙没缝，完整度还特别好。就这完整度会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到他妈跟外买的是一样的。后来我发现用嘴啃的最大障碍不是牙口，是肠胃，因为啃一个鸡爪起码得下10几口，完就整的满嘴全是油。也就是说产量只取决于能咽下多少油。我本来还想再用工具试试，但这人一旦走了捷径啊，他根本就回不去了。这一下子直接大洗牌了。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，在工具时代的时候，我弟也是有人给擦汗的狗老师，但突然退化到原始时代了，我弟只能沦为给人擦嘴的狗老弟了。但用嘴啃吧，看不见就那么地了。问题这是明厨亮灶啊。后来就决定一人拿个盆，自己啃自己的，正好口味也自己调了。这一宿去骨去的都给我干麻了，完寻活动活动，正好试试在唯品会新买的衣服。最近他们年终大促，满地羊毛可薅，搜狗送都贼划算。这双明星联名款到手才花几十，而且尺码不对还能喊顺丰上门换。夏天到了，这 T 恤啊、短裤啊都赶紧点评论区安排上呀。后来试完了，天都亮了，但还有小半锅鸡爪子实在整不动了，就决定给它卤了。就在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人类的悲欢有那么一点相同了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人凌晨4点起床出门炸大果，就一定有人凌晨4点没睡在家炸鸡爪子。鸡爪卤完了，正好早上9点半，在楼下早餐铺买到了最后一屉包子。然后我不知道啥毛病，吃红豆粥都觉得嘴里苦，就进屋打了几根冰激凌，正好寻凉快凉快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说好了隔人啃隔人的，这一宿看的恨不得上厕所都抱着。完我弟困得迷得糊的，打包全给打串了，我当场心梗了我。